大家好，我是戴着眼镜拿着话筒拿了4家偏偏，最近一直在说院线电影，好久没装逼不是，好久没有说冷门小众的高智商烧脑片了。今天就说一说有关时间旅行的热门问题，不用说别的，光看这个片名是不是很小众，是不是很烧脑，是不是我要是不说你们连听都没听过。好了，开始。这部片子的主角是3个宅男，卷头发的小白，直头发的小黑，还有这个胖子，我们就叫他朱飞镖吧。有一天，小白、小黑、朱飞镖一起到酒吧喝酒，小白去柜台买完酒，遇到一个美女，美女说自己是从150年后的未来穿越过来的，她的工作就是修补时空裂缝，还说小白未来成了名人，自己是顺路来见偶像的。小白当然不信，还说你这么屌，怎么不回到过去杀死希特勒啊？美女说那样是违法的，不过确实有一些坏人会在艺术家们创作出他们最伟大的作品以后杀死他们，来保证他们后期不会有更烂的作品。这些坏人绝对是脑子里长脚气了，吃饱了撑的吧？小白把刚才和美女的对话告诉了自己的好基友小黑和朱飞镖，当然他们俩都不相信小白，还笑话他单身太久想女人想疯了。然后小黑去上了个厕所，回来以后我勒个去，怎么酒吧里的人全都死光光了？最恐怖的是小黑还发现了自己的尸体，只不过多了一把大胡子。小黑赶紧又躲进了厕所，再出来以后发现一切回归正常。这回轮到小白和朱飞镖笑话小黑了，3个人一起去了趟男厕所，回来以后发现大家都活得好好的，包括他们3个自己。等等，他们居然同时看到了另一个自己，3个人只能躲在壁橱里等过去的自己走进男厕所再出来。其实他们仨都被吓得快要尿出来了，但是又不敢进男厕所撒尿，怕再次穿越，所以他们进了女厕所。撒完尿出来以后，我去你妹的，整个酒吧变成了废墟。他们穿越到了未来人类快要灭亡的时候，怎么连女厕所都能穿越，还让人尿尿了？小黑很生气，又躲回了女厕所。小白和朱飞镖刚要跟进去，就发现小黑又从男厕所里跑了出来，说自己刚才穿越到了史前社会，过了一段时间野蛮人的生活。3个人换了一身行头，出门一看，发现墙上居然有他们仨的壁画，就和他们现在穿的一毛一样。原来在未来他们真的变成了名人，因为时间过得太久，壁画掉色只剩下一部分。然后3个人又进厕所穿越了一次，来到了世界毁灭之前他们自己的粉丝聚会，所有人都打扮成了他们的样子，终于看到了壁画的完整版。画的是朱飞镖正在酒吧写东西，也就是说正是他写的东西导致3个人后来成了名人，但是朱飞镖完全忘记了自己写了啥。这时候一个自称是美女同事的女人出现，带他们仨又回到了男厕所。3个人终于穿越回了他们自己的时代，但是提早了半个小时，所以只能等过去的自己进到厕所穿越以后，再回到自己原来的座位。终于看到了朱飞镖在纸上写的话，电影到最后也没有告诉观众到底写了些啥，反正肯定是很屌的几句话，足够让他们3个成为流芳百世的伟人。小白又要去厕所，这次他连女厕所都不敢去了，只能去外面找个墙根撒尿。然后又碰到了之前遇到的美女，小白把他们3个的时空穿越经历告诉了美女。美女说你们仨碰到的不是我同事，而是一个我之前说过的在艺术家们创造出他们最伟大的作品以后杀死他们，来保证他们以后不会有更烂作品的坏人。回到酒吧以后，坏人果然出现了，直接开挂团灭了所有人，也就是小黑第一次穿越以后看到自己尸体的那一幕。但是其实小白还没死透，他用尽所有力气碰倒了酒杯，把酒洒在了朱飞镖的纸上，因为那张纸被毁了，他们仨在未来也就不会变成名人，也就没有被追杀的理由，那么他们所处的世界也就不复存在。3个人又回到了他们进行时空穿越之前的状态。故事的最后，美女从另一个平行宇宙穿越过来求助，说自己已经是小白的女朋友，和小白过了2年没羞没臊的幸福生活。3个废柴死宅男一起穿越到美女所在的平行世界里拯救世界。这部片子告诉我们，其实反派杀人完全看心情，根本就不需要理由。拜了个拜。Shit! What the fuck was that? Yeah, sounded like mandibles. What? It's what insects eat with. I know what mandibles are. Big insects. It was another sound. It was like a moaning sound. Big moaning insects.